印度的军事真的能排上全球第4的位置吗？为何印度人与欧洲人意见不同？我们需要如何对待印度军事呢？根据美国权威机构环球火力的最新排名，军事力量前3的国家是美国、俄罗斯与中国。前3的国家中，美国军事力量排名第1，基本上没有争议，而中俄谁才是第2军事大国有些争议。不过这3国家占据前3的位置还是合理的，而排名第4的国家便是印度。关于印度是否排在第4的位置，各方却争论不断。从当前印度人的反馈来看，他们似乎很不满美国将自己军力排到第4的位置。不少印度人表示低了。在最近中印关系微妙的时候，不少印度人都关注中印边境的比较。而在印度的一份调查显示，有高达 72% 的印度人认为，一旦中印爆发战争，印度军队将能毫无意外地获得胜利。有 10% 的印度人认为双方会打平手，而只有 8% 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军队打不赢解放军。从这方面来看，印度人对本国的军力是相当迷之自信的。不少印度人认为印度的军事潜力高于中国。首先，这几年印度在军事上的扩张很明显，而且印度可以从欧美以及俄罗斯购买大量军事武器，中国则缺少外部武器的支援。此外，印度拥有更好的政治环境，并且与美国、澳大利亚与日本形成了实质性的印太同盟，而中国处于这个包围圈之中。再从印度军力来看，印度拥有上百万军队，且坦克、军机都破千。另外，印度还拥有航母、核潜艇以及洲际导弹。从兵装上来看，印度排在全球第4军事大国的位置似乎是合理的。尽管印度人并不满足，然而不少欧洲人却不服这个排名，尤其是印度人常常不把欧洲国家放在眼里。为何欧洲人不服这个排名呢？有欧洲网友表示，印度相比英法等国家拥有更强大的军事装备，但考虑到军事潜能，印度的军事力量更像是纸老虎。印度虽能从全球各地购买兵装，但缺乏自己的军工体系，甚至造出合格的子弹都很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旦其他国家给印度军工业进行断供，印度军力会迅速衰落。此外，印度军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，尽管印度自诩自己有5常之力，并且认为自己能入常，但即使相比于英国与法国，印度依旧显得不足。英国与法国尽管在军事上衰落得很厉害，但至少底子还在。欧洲这么多年受到美国的打压，但无法否认其潜力的存在。相反，欧美国家疯狂扶持印度的发展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印度军工业依旧是中看不中用。要是不发展国产军工业，印度军力始终难以突破初级阶段。总的来说，印度军事看似庞大，但陷入瓶颈之中，至今还没有走出的迹象。而别忘了，印度人一直将我们视为对手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对峙印度军事，有一句话叫做战术上重视，战略上藐视，这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。最近，印度在对峙问题上显得愈发活跃。尽管印度方面一再声称愿意进行和谈，但背地里的动作却显示，他们仅仅是在拖延时间。而最近，更是有印度专家扬言要为1962年之仇雪耻。据环球网在2月1日援引了印度印刷报的消息，印度国防专家表示，印度在近期的对抗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势，军方试图仅仅靠采用人海战术，不断在前线屯兵的方式，想要改变边境地区力量平衡，显然是无意义的。而印度拥有诸如大地1型、普拉哈尔、普拉纳什和大地2型等一系列短程弹道导弹，这些都是印度的筹码。该专家还声称，1962年的遭遇实在是个耻辱，印度必须做好一雪前耻的准备。为此，印度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在短时间里饱和发射大量短程导弹，不给中方还手的机会。然而这番看起来态度极为强硬的话，但仔细观察印度国内情况就可以知道，印度如果想要动手，那么等待印度的将可能比1962年的耻辱更加严重的后果。就印度专家的这个观点，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一旦印度有这个饱和发射的打算，恐怕就会面临海量的打击。当真是说最狠的话，挨最毒的打。就卫星系统而言，印度自研的系统精确度甚至能差上百米，这显然无法和北斗相提并论。我国可以第一时间侦察对手动向，而印度不行。就反导系统而言，印度还在翘首以盼俄罗斯的 S-400 导弹系统什么时候能运达印度，而中国已经在西部地区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导弹。就打击能力而言，缺少正规风洞的参与，印度各类导弹经常性的做布朗运动，也就是漫天乱飞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不给中方还手机会，会不会打到自己人都两说。有俄媒就对印度专家此言颇为不屑。按照俄媒的说法，印度所谓的短程弹道导弹优势，其大部分都是苏联时期的飞毛腿劣化版本，即便是集中发射饱和攻击，也很难对具备现代化防空力量的中国造成太大威胁。而且
就所谓优势而言，怎么看也应该算在中国身上。后者可以轻松对印度发射的导弹进行拦截，而印度有考虑过自己该如何对付东风21和东风17吗？有观察人士怀疑，印度目前这些动不动就站到台前拿着我国话题叫嚣的人，绝大多数完全是制造爆料博眼球，借机为自己捞取关注度。至于说的东西对不对、合不合理，完全就不重要。而印度舆论目前被西方带动之下，强烈的民族情绪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有了生存的土壤。近期，中印双方第9轮对话谈判告一段落。然而，伴随着新一届美国当局尚未快速加强对印关系，让喜马拉雅山脉短暂的平静下面却依旧暗流汹涌。最近就有消息显示，印度开始在前线关键性地区大规模修建军事基地。综合印媒《印度经济时报》印刷报的报道显示，在上周，印度总统拉姆纳特·科文德在公开演讲中重点表态，印度将继续在边境地区增派驻军，应对可能来自北方的威胁。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哪国，但具体对象外界也已经了然。在演讲放出之后，印度国防部就被媒体发现已经开始对前线对峙地点仅30公里的地区进行大量征地，并决定尽快修建军事基地。印媒声称，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新德里一直在悄然收购前线边境沿线的关键性土地。这种行动效率对于印度当局进行其他项目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有观察人士指出，目前的局面来看，前线地区仍然处于高原冬季，高海拔带来的缺氧和冬季带来的严寒，建造进度和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，印度却罕见地在这个时间段强行开工，这无疑是十分反常的一种行为。是什么会让印度如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军事基地抢攻完成呢？有分析人士怀疑，新德里此举有2种目的，其一是新德里真的下定决心在边境上继续投入更多资源，其快速建造这些基地也标志着印度对局势的预判出现了明显改变，对峙局面的损失消耗会被新德里无视，这一点大概率和美国有关。另外，这些土地不光将会用作为军事基地存在，也会充当战时机场或者物资仓库来使用，说是为战争做准备并不为过。而另一种则是新德里基于防御战略修建的。国际社会其实十分清楚，中国一贯对外政策中是不可能率先出手的。那么既然无法进一步取得利益，不如巩固过去一些蚕食策略、小偷小摸弄到的利益。于是，快速在前线地区修建军事基地，通过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，确保自己占领的地区控制权。而且，哪怕最后还是要让步，但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可以当做自己谈判的底牌来使用。印度此举不可谓不聪明。就目前来说，美国尽管不断在国际舆论上造谣中印对峙信息，但是我军在西部地区的警惕程度和装备实力，印度始终不敢有大动作，只能一副雷声大雨点小的样子。说是等待时机，不如说是在观望站队。如果美国偃旗息鼓，自然转入防御策略；如果美国挑起台海局势升级，那么自然战略倾向于进攻。然而，印度人在玩弄小聪明的同时，却没有预料到的是，印度自身的实力差距，想要趟这趟浑水还差得有点远。以中国的远程打击力度，印度一旦动手，前线大规模囤积的人员装备都将被摧毁，重要战略地点设施也将被重点照顾。